女孩的名字叫灿美。像往常一样，这天她也在和哥哥视频聊天。正当两人聊得开心时，一个身影忽然闯入了教室。哥哥把手机放了下来，跟那个人说着什么却听不清。紧接着一声惨叫响起，哥哥就从楼上跌落下来，哥哥惨遭摔死，眼角挂着最后一滴泪，电话也被挂断了。这时候的灿美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她心神不宁。射击比赛中只得了个铜牌，在接下来的3天里，哥哥的手机一直是关机状态。灿美实在是担心的不得了，所以她决定去哥哥的学校看看。她拿着照片去问同学，却听到了一个震惊的消息：박은석죽었는데。灿美当场崩溃了。她和双胞胎哥哥小的时候就被遗弃了，孤儿院的阿姨收养了他。哥哥小时候被有钱人家收养，而灿美一直在孤儿院长大。虽然两人分开多年，但彼此始终是对方生命中的光，他们相互支撑，才有了今天。现在哥哥去世了，他感觉自己也失去了生命的一半。来到了哥哥的骨灰盒前，他再一次泪流不止。他找到了哥哥的养父母，想要知道哥哥死亡的真相。哥哥去世，他们不但无动于衷，竟然还一脸的厌恶。对他们这些虔诚的信徒来说，自杀是绝对不能被原谅的。当两人就要离开的时候，灿美要回哥哥的手机，那男人却告诉他，现场没找到手机，这让他的疑惑更深了。警方已经把案子定性为自杀，但灿美坚信哥哥是被谋杀的。他很了解哥哥的性格，哥哥不是自杀的人，警方最终还是没能相信他的话。灿美下定了决心，要做一件大事。高3这个关键时刻，为了找出杀害哥哥的真凶，他义无反顾地转到了哥哥的学校。刚到首尔，他就买了一辆2手电动车，卖家看上去不怎么可靠，但灿美并没有太放在心上，因为卖家给他送了一套防盗装置。卖家刚离开，一辆摩托车停在他旁边，那人叫住了他，说那是他被偷的车，还说车厢里有个骷髅头贴纸。灿美半信半疑地打开了车厢，真的看到了那个贴纸。他尴尬地站在那儿，毕竟他付了钱，怎么能够就这么把车还人家？这时候一阵喇叭声响起，那人急忙去挪车，可车子怎么也发动不起来。灿美见状，驾车赶紧离开了。他在学校附近租了个房子，却没想到小偷通过定位跟了过来。就在他们准备再偷车时，那男人出现了。小偷见状想逃跑，那男人马上追了出去。他是拳击馆里都争强的猛人，对付2个小偷自然不在话下。小偷们根本无力反抗，于是开始耍阴招，趁机重重地打了一下。2个小偷趁机跑了，那卖车的家伙飞快地冲了过来，转头却看到那个摇摇晃晃的男人，一个玩手机的卡车司机，没有注意到前面的人。在千钧一发之际，灿美及时将人救了下来，这是救命之恩。那男人也不好意思再要回摩托车了，只能自己默默吞下这个亏。第2天就是开学的日子，故事的正片也就此拉开序幕。开学的第1天，他就遇到了意想不到的事，真是太巧了，又遇到了之前的那个男人。没想到他竟然也是这所学校的学生，校服上的味道让人难以忍受。那个男生名叫秀贤，他立刻帮灿美清洁了衣服上的污渍，也顺便欣赏了一番。灿美完全没有把他当成外人，大方地展示了自己的身材。秀贤却显得不太识趣，他努力压抑内心的不安，把校服脱下来递给了灿美，然后急忙离开了。灿美跟着秀贤把车子送到了修理店。修理店的师傅本来不太愿意，但看到挂有秀贤名牌的校服后，他的脸色立刻一变。灿美刚来到学校，穿着男生校服引来了不少目光，发现是秀贤的校服后，女生们议论纷纷，迅速把这件事告诉了班里的知贤。那女生满脸心机，灿美未来肯定会受到她的排挤。与射击教练打过招呼后，灿美进了新班级，没想到又和秀贤成了同班同学。老师介绍完新生后，又赞扬了知贤获得作文奖的佳绩。大家正鼓掌庆祝时，老师发现秀贤没穿校服，灿美好心的拿出校服，这引起了全班同学的猜测。他本意只是出于好心，却没想到给秀贤带来了麻烦。灿美感到有些无奈，知贤却是气得不轻。吃午饭的时候，他询问同学哥哥的事，才知道哥哥有一个叫洪雅婷的女朋友。他立刻索要了那个女生的电话。灿美正准备离开，知贤拦下他询问去向。灿美说去射击队训练。凑巧的是，秀贤也请了这节课的假，两人朝着同一个方向走去，看起来仿佛是去约会一般。知贤气得不轻，灿美一出门就拨打了洪雅婷的电话，接电话的却是秀贤。灿美一时之间懵了，为啥洪雅婷的手机会在秀贤手里？他一路尾随秀贤到了医院，在医生那儿，他听到了意想不到的消息。秀贤完全崩溃了，辛辛苦苦抚养他的妈妈还在养老院里，他要是走了，他妈妈该怎么办？接下来几天，秀贤没来学校，知道了实情的灿美也觉得挺同情他的，人生真是太脆弱了。灿美回到了教室，没想到皮毛男竟然在他班上，3个人的对话让他摸不着头脑。原来他哥哥去世了，现在皮毛男终于可以当老大了。可皮毛男说，你以为我会为朴元熙的死感到高兴？灿美一听就火了，哥哥去世了还被人诽谤，他立刻冲了过去，竟然这样说死去的人，真是没有教养。校霸哪能忍受这种侮辱？正要动手的时候，被一个声音喊停了。这个人叫宰范，是个刚来的复读生。皮毛男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，立刻拉着他想出去说道，却被宰范的朋友拦下了。他用教务处来压皮毛男，皮毛男才作罢。宰范加入了射击队新手训练，灿美作为高手被分配去教他。灿美教的特别严格，直到深夜训练才结束。宰范累得像条狗，
直到他的好友武成出现，他向灿美透露，宰范是个超级富二代，他因为车祸失忆了，射击训练纯粹是为了康复，根本不需要这么拼。灿美连忙道歉，他原以为宰范是想混体保名额的差生，宰范不但不介意，反而显得很兴奋。在另一边，秀宪去医院做复查，医生给他的告诉是，他脑子里的肿瘤情况不太乐观，现在只能依靠药物来缓解。他的性格和行为可能会大变，不再像以前，可能变得特别小心，或者变得很暴力。那个晚上，他把手机还给了洪雅婷，原来他拿手机只是为了应付经纪人。洪雅婷打开手机一看，发现灿美发了好些短信给他，邀他想聊关于朴元熙的事。秀宪不明白他怎么会知道朴元熙，但他也没多问。秀宪找到了灿美，他询问他是否认识朴元熙，灿美撒谎说他只是喜欢射击，就这么含糊其辞的过去了。就在那时，秀宪的肿瘤又开始作怪了，他痛不欲生地蹲下来抱头。灿美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他担心的不得了，但他又不能表现出来。他第一次踏进男厕所，又没穿内衣，紧张的到处张望，确认没人后才敢进去。他轻声喊着同学的名字，却看到血水从里面渗出，这下坏了他。那个男同学出现在旁边，问里面是谁。秀宪一把抱起灿美，发现是个被欺负的女孩割腕了。秀宪急忙跳进隔间，脱下外套给她包扎伤口。灿美也赶紧报了警，救护车急忙将女孩送医。这是吓坏了全校师生，那个欺负她的皮毛男也害怕了，他担心这是一旦闹大就麻烦了。他们换了身衣服，警察开始分别询问他们。灿美之所以进男厕所，是因为看到秀宪肿瘤发作，痛苦地跑了出来。他是因为担心才跟着去的。这时男警察接到了医院电话，幸好是及时发现，女孩已经安全了，大家这才松了口气。女警了解到灿美转学的目的是为了揭露事实真相，她劝告灿美不要过于执着，应该专心学业，争取考上大学。灿美却回应说，她相信自己能找到确凿的证据。同时，快递员的父亲急忙赶到了医院，看到女儿，他心疼极了。这种心疼也引发了他的愤怒，他去学校找校长理论，结果被挡在了学校门外。那位白发妇女看着这个无助到机遇杀人的父亲，深感同情，不禁流下了眼泪。同一时刻，灿美也收到了洪雅婷约她的信息。到了晚上，她去了约定的地点，出现的人却是白毛女。灿美之前看过洪雅婷的照片，所以立刻识破了对方的伎俩。白毛女见状便卸下伪装，对灿美说，以后不要再打扰洪雅婷，如果想调查朴元熙的事，就去找林小薇。当晚灿美就找到了小薇，小薇的回答让灿美十分震惊。原来小薇曾为了和武成在一起，装作自己怀孕，朴元熙却直接递给她一个验孕棒，要她当场测试，如果真的怀孕，她愿意剁掉自己的手；如果没怀孕，那她就得自愿退学。女孩显然被吓坏了，她试图逃跑，却在地上摔倒了。朴元熙见状走过去，拿着手机录下了一切。女孩就这样被迫退学了。当灿美得知自己哥哥做出这种过分的事，她立刻向女孩道歉，自己也沉浸在深深的思索中。她的哥哥真的是个恶人吗？看着这对可怜的父女，女孩仿佛看到了过去的自己。她找到了秀宪，希望他能像当初帮助自己一样去帮助善和。作为交换，她愿意给秀宪一笔钱。此时的秀宪正面临绝症，知道自己时日无多，不想再惹麻烦。但第二天的事情却让一切都变了。疗养院里的母亲不幸又染上了肺炎，她迫切需要钱来救母。看着躺在病床上的母亲，秀宪下定决心要再次制裁那些校园恶霸。那个夜晚，他穿上黑衣潜入学校，还戴上帽子遮面。摄影摄脸，那个恶霸正在清洗善和的照片。善和因割腕事件已成众矢之的，恶霸想用照片迫使善和退学。这时敲门声打断了一切，恶霸刚打开门，就被秀宪一拳击倒。当他再次醒来，已被绑在椅子上。秀宪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自己的目的。恶霸被吓得魂飞魄散，为了保命，他答应做任何事。如此，事件似乎告一段落。秀宪正准备离开，不料不小心打落了一张照片。看到照片，秀宪勃然大怒，脑瘤让他变得易怒且残暴。他一脚踹翻了恶霸。得知恶霸企图以照片威胁善和，秀宪彻底失去了理智。他抄起锤子，猛砸恶霸的脚，直至对方血肉模糊才停手。清醒后，他赶紧逃离现场。刚摘下面具，一辆摩托车停在他身旁，驾车的正是灿美。第二天，那个恶霸自行选择退学，同学们都觉得很奇怪，毕竟他才不容易复学。更令人疑惑的是，他为何坐在轮椅上？一时间，全校同学都开始辱骂他。这个人渣曾经欺负女同学，他们一直敢怒而不敢言。现在他终于尝到了苦果，看着恶霸孤单的背影远去，同学们报以热烈的掌声。关于黑衣人逼他退学的传言迅速传开，被视为神秘英雄的秀宪也来到了学校。学生们沸腾着，却不知真相，直至他们看到面前的那个恶霸。两人目光相交，眼神复杂难明，他们的脸上都流露出难以言喻的情绪。一直暗恋秀宪的知贤看到秀宪与灿美一同回校，心中羡慕嫉妒，他的脸上情不自禁地露出了嫉妒之色。篮球课上，他找到了灿美，直问两人早晨去了哪里。听到灿美不对秀宪有意，他才稍感安心，随即向秀宪大声加油，心情大变。他对秀宪的态度变化快得让自己都感到困惑。对面队伍的武成嫉妒满脸，也许他对知贤有情愫。接下来的比赛中，两队为争夺风头展开了激烈的角逐。最终，武成在比赛中犯规，把秀宪推倒在地，秀宪头部受伤，当场昏厥。
看着倒地的秀宪，观众们都紧张的屏息。老师急忙把他送往医务室。知贤愤怒地问武成为何故意犯规，他质问武成是不是所有不喜欢的都要毁掉。两人僵持对峙，似乎随时会动手。灿美突然想起，曾有一次哥哥袁熙帮他处理了女友怀孕的事故，或许哥哥去世的真相他知道点什么。不久之后，秀宪在医院苏醒，幸好只是轻微的脑震荡，只希望这次昏迷不会加剧他的脑瘤病情。医院的另一间病房里，那个受霸凌的女孩看到了同学们传的恶霸被迫离校的视频，她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。那些作恶的人终于受到了惩罚，她心底深处感谢那位神秘的英雄。门外，她的父亲也深受感动，眼眶湿润。女儿的心结似乎终于解开了，希望她能早日摆脱那些恐怖的阴影。父亲转过头，看到了不远处的白发，回想起女儿曾承诺要惩治坏人，心想神秘英雄的出现，白发一定有份。父亲感激地递给白发之前承诺的钱，这笔钱对他来说花得值得。白发拿到钱后，直奔秀宪的工作地点，把钱整整齐齐地放进柜台。秀宪母亲欠下的医疗费用终于有解决之道。那个夜晚，灿美约了武成见面，他希望从他口中了解更多关于哥哥的事。传闻袁熙是个不容小觑的校园霸王，怎么会替人料理那些麻烦事呢？武成向他透露，袁熙其实心地善良。灿美听后感到万分震惊，前女友昨天还斥责袁熙是个可恨之人。当提及袁熙的自杀谜团，武成突然紧张地逃离现场，灿美顿感事有蹊跷。武成显然心知肚明，他立刻骑上自行车紧追不舍，追至武成豪华的家门前，以归还手机为由按响门铃。出人意料的是，竟是之前开的门。灿美再次感到困惑不解，他还不知道这个家庭里还藏有更深的秘密。校霸被神秘英雄打败后被迫退学，谁料想他竟然带着警察返回校园。校霸的车子刚停稳，学生们便将他们包围，口中高喊着让他们离开。真凶明明是校霸，为何警察要来抓英雄呢？尽管警察清楚校霸的不良名声，但还是得依法行事。他们查看了昨晚的监控录像，发现有女生出现在了画面里，她显然是因为看到蒙面人才停车的。同时间，灿美在和同学聊天时，不经意间听到了爆炸性的新闻，英雄似乎总在惩恶扬善，难道袁熙的死也与他有关？旁边的女同学也开始猜测，自杀的人通常会选择楼顶，为何会选在实验室里？灿美听到这里，突然灵光一闪，记起昨晚偶遇秀宪，他鞋上沾满血迹，会不会是昨晚的蒙面人？紧接着，灿美悄无声息地走进了秀宪的家，在他回来前搜寻线索，果不其然，在一个袋子里发现了血迹斑斑的鞋子，鞋上的血渍证明了昨夜的事。突然，一阵声音从门外传来，此时秀宪意外地回到了家，院子里的小猫引起了灿美的注意，他手里拿着鞋子，轻手轻脚地开了门，他小心地透过门缝往外看，看到外面猫屎撒了一地，秀宪的头痛此刻又加剧了，痛到甚至流出鼻血。灿美心里不是滋味，但想到这人可能害了他哥哥，他还是悄无声息地离开了。不料还是被楼上的秀宪发现。秀宪回到房间一看，发现他的鞋子不翼而飞，他开始感到彻底的恐慌。灿美刚到家门口，就被2位警察找上门来，他们确认她就是监控录像中的女生。经过一番犹豫，灿美还是向警察坦白了一切，她的确在昨晚见到了秀宪。女警察接着问她，那晚秀宪有没有让她感到奇怪的地方？回忆那晚的情景，灿美紧抱住装鞋的包不放手。不久之后，2位警察找到秀宪进行了询问，秀宪强作镇定，信口开河编了个理由，但女警还是注意到了他鞋上的血渍。第二天，灿美在修车铺等候秀宪，秀宪质问为何带警察找他，灿美急忙解释，他没把鞋子交给侦探，他以为鞋上的血是秀宪自己的，他承诺会帮他守秘密。误会终于得以澄清，秀宪在临走时告诉灿美，那个英雄并没有杀害他哥哥，劝他不要再追查下去。这番话显然透露出他知道些内情。灿美开始追问秀宪，他到底知道什么？2人一路来到教室，这举动立刻激怒了知贤，他把灿美叫到教室外，要灿美远离秀宪，但灿美岂会因此受威胁？放学后，灿美打开柜子准备回家，没想到发现了一张纸条，有人发信息约她见面，难道对方知道关于哥哥之死的秘密？满怀疑问，灿美来到了神秘人指定的地点，她本以为这会离真相更进一步，却意外地被一块板砖击中了头部，她当场晕了过去。神秘人趁机夺走了她的手机，当她再次醒来时，已经在医院里了。宰范就坐在她床边，原来是宰范发现她孤身一人进了礼堂后就没出来，于是他进去将她救了出来。这边厢，学校里发生了新的事情，今天同学们看之贤的眼神都变了。之贤抢过一个同学的手机，这才发现自己的私密照片竟然在全校传开了。经过一番调查，发现照片的起源竟是射击队队长，但队长说自己并非背后的策划者，声称是灿美发给他的照片，出于对他的报复。当晚他就约灿美见面，灿美赴约，只发现约他的人不止之贤一个，还有3个不良少年也在场。他们看到灿美到来后，之贤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，他说今天要给灿美一个教训。灿美看着3人凶神恶煞的样子，明白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。一个混混猛踢椅子，然后逼近灿美，灿美觉得情况不妙，便放下书包。很快3人便开始对他围攻，灿美虽然拼命抵抗，但仍不是那些小混混的对手，最终被打倒在地。其中一个不断对他拳打脚踢，灿美努力反击，将一个推倒，
另一个混混却拿起木板狠击他。这时，秀宪刚好从拳击馆洗澡出来，听到动静冲到天台，正巧目睹了灿美被欺负的场面，他立刻冲了下去，而那些混混已经得意的离开。再看此时的灿美，她已被打得鲜血淋漓，躺在地上痛苦的呻吟。她艰难地站了起来，秀宪急忙赶到了现场。他看到灿美的样子，眼里充满了心疼。灿美却没搭理他，他不想让秀宪见到自己狼狈不堪的模样。带着伤痛，他艰难地离开了那个地方。回到家中，他惊呆了，墙上贴满了被恶意篡改的私密照片。灿美立刻感到了恐慌，他手忙脚乱地撕掉那些照片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旅店老板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后，而且告诉了他更让人震惊的消息：警察因为接到举报，说老板在收留未成年人。老板也很无奈，如果灿美不离开，他的旅店就会面临被查封的风险。而灿美万万没想到，那个举报他的人竟然是武成。灿美跑去求旅店老板，他说这么晚了，实在无处可去，希望能再留一晚上再说。但他没想到玻璃门上也贴满了他的照片，他感到今天真是倒霉透顶。正当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秀宪又出现了。原来在打斗中，灿美不小心丢了钱包，秀宪是专程来归还钱包的。他正要开口说点什么，却注意到了一张照片没有被撕掉。在秀宪的帮助下，灿美终于将那些照片全部清除干净。秀宪听说灿美被赶出旅店，便邀请他到自己的住处。虽然有些不好意思，但秀宪是他在首尔唯一认识的人，也是他唯一信任的人。秀宪让灿美在他的房间里休息，而自己则在拳击馆里过夜。灿美怎么也没想到，武成正在翻看他和哥哥的合照，那些截图原来是他和哥哥的聊天记录。看起来他正是那天在礼堂袭击灿美的人。为了表达感激，第二天灿美为秀宪准备了美味的早餐，他们一起去了学校。当灿美看到那些曾经欺负她的校花时，她并没有感到害怕，反而勇敢地上去。她向校花解释，那些照片不是她散不得，自己和武成是亲兄妹的事也没透露过。如果他们还想找麻烦，他会奉陪到底。但校花哪会相信他的所谓鬼话？同时，那个曾经的校霸又来了，身边还带着2个看起来很凶的社会人士。他原来是请武成帮忙查找打他的人，听说没有找到线索，旁边的混混们开始不耐烦了。就在一个准备出手时，校霸急忙叫停，毕竟武成的父亲是警察局的局长，他们如果动手就麻烦了。在体育馆里，校霸和2位大哥居然打起了篮球。正当他们玩得起劲时，值班的宰饭走了进来，他让他们立刻离开，因为篮球场是不对外开放的，而且他们还穿着不适合的皮鞋。被一个学生教训让他们感到不爽，2个混混火冒三丈，决定要教训一下这个胆大的学生。宰饭被他们按在地上。就在这时，秀宪赶到了，看到同学受欺负，秀宪出于好心提醒了他们，但对方根本不听他的劝告，反而觉得受了挑衅。紧接着，2个混混和校霸开始打斗。尽管混混们气势汹汹，但并非秀宪的对手。一个混混气急败坏地掏出刀子，却仍然被秀宪制服在地。校霸见证了秀宪的身手，心里对他另眼相看。在另一边，灿美又收到了一张神秘纸条，那个人让他在第5节课去礼堂，可礼堂里已经坐满了人。他不明白那个神秘人想做什么。讲课的是一位著名的教授，正在播放视频课件，但视频突然切换到了袁熙的跳楼画面。看到这一幕，同学们都吓呆了，灿美更是悲伤的泪流满面。尽管视频里看不清是谁推的袁熙，视频显示哥哥并非自杀。整个教室立刻变得一片混乱，老师立刻终止了课程。真相似乎愈发复杂，究竟谁才是真正的凶手？就在这时，宰饭找到了武成，质问他为何对灿美下手。他发现监控录像里攻击灿美的正是武成，因为是他送的限量版鞋子，无疑在国内找到同款几无可能。武成知道自己无处可逃，于是坦白了所知道的一切。灿美其实是袁熙的双胞胎妹妹，他所做的一切只为迫使灿美退学，希望她回到原来的学校。宰饭听到这些消息愣住了，显然对袁熙之死他也有所了解。第2天去学校的路上，宰饭看到树上挂着一双鞋，正是他送给武成的那双，但看向武成的脚时，发现他正穿着同样的鞋。他开始怀疑是否误解了武成。为了查清袁熙的死因，警方来到了学校。作为袁熙的妹妹，灿美被要求接受询问，但是警方等了很久也没见到灿美。原来他收到了一张神秘的纸条，纸条上的人约他揭秘。灿美此刻已经到了约定地点，他惊讶地发现，约他的人竟然是在犯。高中生洪雅婷今天到学校，突然感到一阵恶心，他跑到厕所猛地呕吐。吃午饭时，他竟然吃下2大碗饭，让旁人目瞪口呆。洪雅婷感慨人体的奇妙，他神秘地让大家靠近些。虽然起初2人半信半疑，但当洪雅婷拿出一本手册时，手册上详细记录着她的孕期检查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原本有望成为大明星的她，现在决定要将孩子生下来。她之所以这3个月未来学校，实际上是为了胎儿稳定。雅婷向2位朋友袒露，她决定在暑假结束后退学。她并不介意其他人怎么看待她，她只想活出自己的生活。第2天，她将迎来产检，白发装扮得体，陪同雅婷去医院。当他们正要进入诊所时，一个男人却抢先一步进去了。雅婷认出了那个男人，感到非常熟悉。然而他们并不知道，女医生一看到那个男人就惊呆了。那人正是2年前杀害她女儿的凶手。如今他已重获自由。医生曾向法院提起过对他父母的民事诉讼，那个男人前来就是要求医生撤诉。医生面对女儿的杀手，
2年前的悲痛记忆再次涌上心头，她失控的叫那男人立刻离开。雅婷目送着那男人从诊室大摇大摆的走出，她终于想起了这个人，他就是自己2年前的同学周鹤剑。白发满脸疑惑的看着雅婷，雅婷向他解释了关于鹤剑的事情。白发听后气愤不已，他决定要惩处这个恶人。他告诉医生，即使是未成年犯，也应承担相应的后果，尤其是那些有预谋的残忍罪行。他找到了秀宪，只要他能惩处那个恶人，他母亲就有望获得6个月的疗养费。秀宪作为一个行将就木之人，已不在乎法律。白发迅速查明了那个男人的行踪，秀宪决定今晚行动。他身穿黑衣来到了汽修厂，他带上变声器遮住了面孔，在遮住监控摄像头后走了进去。此时鹤剑正专心致志地加班，地上的响声引起了他的注意，他呼唤父亲的名字却没有回应，这让他开始警觉起来。他拿起扳手站起身来查看周围，然而他透过反射看到了身后的人影。等他回过神来时，已被绑在椅子上。秀宪敲打着工具，施加压力并发出威胁，要用这些工具来改装他的身体。鹤剑被吓得魂飞魄散，他想起2年前自己如何残忍地杀害了那个女孩，现在他也应该像那个女孩一样死去，他应该被刺20刀才算公平。鹤剑一脸惊恐地祈求怜悯，秀宪却丝毫不为所动，随后狠狠地一脚踢倒了他。为了防止男人耍花招，他决定象征性地砍掉鹤剑几根手指。鹤剑顿时吓得尿了裤子，他在疯狂地挣扎。秀宪放下电锯，走出了房间，他迅速换了衣服，然后迅速离开了现场。第2天，他告诉其他人，鹤剑会主动向医生道歉。他们以为事情会就此平息，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警方已经封锁了犯罪现场。再看鹤剑，他已经静静地死去。灿美在上学途中遇到了世珍，世珍拿出了一张袁熙和灿美的合照，表示他早知道灿美是袁熙的妹妹。灿美脸上满是震惊，没想到哥哥的朋友关系如此之深。世珍的下一句话更让他吃惊，原来柜子里的字条都是他留的，袁熙死亡的视频也是他公布的。那天他看到袁熙在窗边打电话，他就开玩笑地录了视频，为了不被发现，他还特意躲了起来，直到听到声响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。回头一看，袁熙已经死在楼下。世珍当场吓坏了，他拿起手机就跑了。他和大家一样，以为袁熙是自杀，深深的自责让他选择了退学。直到最近，他才勇敢地看了那视频，发现原来是有人推了袁熙，他才决定公开视频。为了能尽快抓到凶手，他决定和灿美一起揭露真相。那天他临走时看见了一个身影，那人正穿着秀宪的鞋，那双鞋上的红色鞋带非常醒目。灿美开始怀疑秀宪。与此同时，灿美和袁熙是兄妹的消息被警方泄露，一时间全校的学生都知道了。学校里的校花开始嘲笑灿美，灿美再也忍不住，最后把校花揍了一顿。校花的父亲是警察局的局长，这件事绝不会就此结束。班主任建议他回家躲躲风头。得知灿美的身世后，雅婷和白发终于打开心门，向他坦白了一切。高一时的袁熙是个好学生，虽然打架厉害，却从不欺负人，但到了高2，他变得判若两人，开始和不良学生混在一起，欺压他人。雅婷对2人说，袁熙是因为受到武成的威胁，他偶然在约会时见到袁熙和武成交谈，武成因为前女友怀孕而焦虑万分，他向袁熙施压，让他去教训前女友。袁熙回应武成，这次帮忙是最后一次，要看武成的表现。刑警也开始调查最近的凶案，案件手法和学校摄影社的案子相似，受害者都是被胶带绑在椅子上，摄影社的不良学生被殴破了脚，而最近的受害者是被活活勒死的。为了深入调查，刑警重新审问了那个不良学生，他回忆起那个神秘人身上有浓烈的气味，闻着像是机油和酒精的混合，那人说话不像是小混混，他还记得是被一拳击晕的。继续调查，警方找到了灿美，当听说伤害不良学生和杀害哥哥的可能是同一人时，灿美当场愣住了，他对秀宪的疑虑变得更深，怀疑秀宪的不止灿美一个。女刑警也把秀宪当成了主要嫌疑人，他们前往秀宪在保龄球馆的工作地点，要求秀宪开启储存个人物品的柜子。秀宪知道瞒不过去，只好无奈开启柜子。幸运的是，他那天穿的黑衣放在了体育馆，刑警并不打算轻易放过他，他只是同事彻底搜查这个地方，同时让人看紧秀宪，不让他离开。他本人则直奔体育馆进行搜查，但一刹那的功夫，秀宪就已经不知去向。他骑着摩托疯狂前往体育馆，女刑警接到消息也急速赶往体育馆。经过一场追逐，秀宪还是晚了一步，犯罪的证据已经被发现在体育馆内，他感觉心脏都要跳到嗓子眼了。秀宪面临的可能是牢狱生活，但当他打开柜子时愣住了，原来的背包突然不见了，刚才还强硬的刑警突然软了。等到人群散去后，秀宪仍旧心绪不宁，背包到底被谁拿走了？与此同时，灿美带着背包走进便利店，包里正装着秀宪的背包，他把背包邮寄到了釜山的幼儿园，那是他唯一信赖的地方。为了避免引起注意，他买了许多零食填满书包。行走间，他感到非常难过，最信任的人竟是哥哥的凶手。这一瞬间，他心如碎裂。直到深夜，灿美才回到家，秀宪一直在等他。他猜测是灿美拿走了背包，可灿美装作一无所知。第2天，灿美坐上回釜山的火车，这一刻，他决心了，他要为哥哥报仇，不论对方是谁，他都不会手软。在另一头，秀宪打开抽屉，发现了灿美留下的便条，要拿回背包就得来釜山。秀宪满心期待地上了火车，
他根据地址找到了这座废仓库，而灿美早已在里面等待。他把背包放在地上，然后拿枪瞄准秀宪。秀宪一脸错愕，没想到灿美是认真的。他连声解释自己只是教训了坏人，但他从未杀人。灿美却根本不听，复仇已经冲昏了他的头脑。他用枪逼秀宪说出真相。秀宪看着愤怒的灿美感到迷惑，他趁机将灿美推倒。在灿美还没反应过来时，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头。他向灿美承诺，如果自己真的杀了他哥哥，他无需动手，他会自行了断。看着认真的秀宪，灿美开始怀疑自己。手机忽然响了，是已故哥哥的号码打来的，打电话的肯定是凶手。灿美急忙接了电话，无论怎么问，对方都沉默不语。当他再次拨打，那边已经关机。为了补偿，灿美带着愧疚买了绷带和衣服，在自拍馆他们处理了伤口，顺便拍了些甜蜜的合照。无家可归的两人来到洗衣店，灿美重听之前的录音，突然听到一串奇怪的铃声。第二天早上，秀宪已经不在这儿了，他刚离开首尔站，脑瘤病发作了，秀宪当场昏倒。第二天秀宪没有去上课，宰范找不到他，便来到了他家，意外的在这儿遇见了灿美，这让宰慈开始怀疑他们是不是同居了。他发了条短信，假装要见灿美，趁机让灿美离开，自己进了屋。虽然并非想象中的同居，但他们的合照关系似乎不简单。与此同时，校花和武成也找了过来。他们刚上楼，校花看到外面亮着的女生校服，她面露不悦地走过去，看到校服的主人是灿美，她气得不行。没想到灿美一直住在喜欢的人家，她决定要好好教训灿美。第二天，灿美发现自行车刹车失灵，她沿着斜坡越滑越快，看到前方的行李堆，灿美一个冲刺撞了上去，幸好她没有受重伤。修理工检查时发现，有人故意剪断了刹车线，究竟谁要害她呢？难道是杀哥哥的同一个人？他怎能容忍凶手逍遥法外？一到学校便大声抗议。放学后，灿美回家，发现家里一团糟，我的东西被人捡得稀烂，这凶手太猖狂了。我强忍着收拾好了房间，突然有人敲门。日夜思念的秀宪回来了。秀宪没告诉灿美自己住院的事，只说自己在躲调查。他邀灿美出去玩，却带她去过生日，原来是为了庆祝他哥哥的生日。灿美被深深感动，意识到自己并不孤单，他们开心享受时光。武成找到宰范，恰好遇见外出的灿美，他进了房间，约宰范单独谈谈。武成正要离开，手机铃声突响，正是灿美之前听到的铃声。在高中的教室里，白发女孩猛拍男生的头，男生因突击而愤怒，二人立刻争吵起来。白发指责武成传闲话，激动地扔起文具。教室里外的学生都把目光投向这边，大家不注意时，雅婷偷走了武成的手机。为了找证据，他们才偷了手机。秀宪拿着手机跑厕所，惊讶地发现是新手机。这时武成已经找到了位置，看到秀宪的来电，吓坏了。武成推门进来，他气冲冲地踢门，只见马桶上的手机，他知道小偷在里面。他等武成走远才冲出，检查周围没人才回教室，没发现武成在角落观察。他把这事告诉了灿美，听说武成手机4天前丢，不知道是不是毁证据，刚找到的线索又断了，原本有希望的线索没了。另一边，侦探们调查后发现了一个条码，确认是凶手遗留的线索，但经过一番查找，没有追踪到条码的来源。就在那个晚上，蓝星警察竟然出现在局长家，他故意隐瞒了调查发现，因为那条码正是他儿子组成的。局长听了脸色大变，他不愿相信自己的儿子是凶手，以为能保密局长儿子的罪行，悄无声息。但第二天，女侦探接到了商家的电话，询问监控录像该怎么办。女侦探立刻感到事情不妙，她赶到商家一探究竟，发现使用条码的是局长的儿子，瞬间明白了真相。女孩上楼，匆匆换上短裙，精心打扮一番，她的美腿能让学习效率翻倍。但她不知道，秀宪已经悄悄进了她哥哥的房间。他之前说帮忙补课是假，实际上是为了找校花哥哥的罪证。他搜寻之后，被一个上锁的抽屉吸引，里面一定藏着秘密。校花下楼的声音响起，秀宪只得停下手头的事，看着迷人的校花。秀宪假称饿了，他的请求他当然要满足，正好借此机会展示厨艺。趁校花忙时，秀宪准备撬开抽屉，他不知道校花已经把食材照片发朋友圈。与此同时，武成在等灿美却不见人。正当他觉得无聊时，偶然看到妹妹的朋友圈，他急忙往家里赶。秀宪白天偷了自己的手机，这次来家里肯定是有所图。灿美见状赶紧通风报信，但秀宪电话没人接。秀宪终于撬开了抽屉，但里面并没有他预期的证据，相反，里面全是各种照片。这时武成匆匆赶回家中，恰好看见秀宪从房间走出，愤怒地追问秀宪为何闯入他的房间。秀宪自然不会承认。武成一听怒不可遏，显然那些照片隐藏着秘密。武成正要再次出手，女侦探适时出现，将他逮捕。他毫不畏惧武成的背景，决心为受害者揭露真相。武成知道女侦探不容小觑，只得勉强配合调查。秀宪正向灿美透露照片的事，突然接到医院的电话，得知母亲心脏衰竭，紧急入院。虽然性命堪保，但要想醒来需要奇迹，维持生命的设备费用不菲。他请求医生全力以赴，筹钱的事情他会解决。经过深思熟虑，那晚他来到白发家，
虽然坦诚了自己的困境，但白发还是不愿意冒这个险。他不想让爱人陷入危险。但秀宪不知道的是，雅婷偷偷找到了善和的父亲。那男人白天找过他和白发，谢仲景这个混账又来找麻烦。他请求秀宪出手对付谢仲景。当时白发并没有同意，但这次雅婷答应了。此刻，刑警队对武成进行了调查，却未能得到任何线索，只好释放了他。武成得知了刑警对秀宪的怀疑，立刻将消息告诉了仲景。仲景勃然大怒，没想到伤害自己的是秀宪。他思考着如何报复。此时秀宪已经走到了附近，浑然不知自己已经暴露，径直朝前走去。秀宪即将陷入险境时，一个声音叫住了他，正是及时赶到的灿美和宰范。他的母亲刚刚去世，他们联系不上秀宪时，偶然间发现了直播的真相，急忙赶来想要救援。是母亲最后的牺牲换来了他的安全。秀宪深陷自责之中，宰范替代秀宪进入了房车。就在他们争执之际，警察及时到来，将他们逮捕。面对警察的提问，宰范平静地解释，那个直播只是一场游戏，他只是想扮演英雄惩罚罪犯，但调查并未找到想要的结果。这件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。在秀宪母亲的葬礼之后，大家围坐谈论起来。灿美终于说出了他的怀疑，认定杀害袁熙的凶手是武成，这让大家都感到震惊。他们决心一起查找线索。第二天，宰范一到学校就被武成拦住。武成质问为何要帮秀宪，宰范已确信武成是凶手，对他冷言冷语。但武成的下一句话让他震惊，去年校庆那天，武成并非自杀，而是被人推下去的，推他的正是袁熙。灿美无意中听到了这一切，他难以置信兄长会做出这种事。不久后，武成在学校拦住了秀宪，武成不断地挖苦他。秀宪被激怒了，正要动手时，突然晕厥过去。醒来时，他发现灿美已经离开了首尔。他轻信了谣言，决定不再报凶之仇。秀宪回想起武成的话，感到事有蹊跷。为了证实这是否是武成的陷阱，他急忙赶到武成家，恰巧碰见仲景也在那里。武成的脚上正系着凶手特有的红色鞋带，他坚信武成就是那个凶手。他找到了仲景的露营车，痛斥仲景一番后，直接闯入车内追问是否捏造了事实，诬陷宰犯杀害了袁熙。武成当然不肯承认。秀宪没有再追问，直接对他拳打脚踢。与此同时，在釜山的灿美翻看旧照片，偶然看到了和哥哥的合照。校庆那天他和哥哥在一起，哥哥怎会有机会推宰犯？这一幕，他突然明白武成在撒谎。秀宪认为武成是袁熙的凶手，因此对他大加惩罚。正当他要动手时，宰犯出现阻止了他。紧随其后，灿美安排与他们见面，拿出校庆的照片，证明哥哥没有推宰犯。宰犯听后怒不可遏，武成一直在对他进行欺骗。经过这次事件，灿美与秀宪的关系得到了确定，两人正享受着难得的安宁，却突然陷入了危机。灿美整理行李时，仲景带人闯了进来，他们电晕了秀宪。灿美来时一切都晚了，仲景威胁灿美，若报警秀宪必死无疑，说罢他开车离去。灿美不知所措，只能求助宰犯。宰犯安慰他不必担心，他会找回秀宪，如果明天还无消息再报警。灿美别无选择，只能焦急地等待。此刻，秀宪被绑在椅子上，仲景想以牙还牙，挥舞着锤子威胁，声称要毁了秀宪的脚，却被秀宪一脚踹倒。仲景气急败坏，狠打了秀宪一顿。正在这关键时刻，失忆的宰犯终于恢复了记忆，是武成那天将他推下楼梯的。武成一直在向他灌输假记忆，这种行径简直十分恶劣。第二天，武成正准备开出租车，一个男人截住了他，两人纠缠不清之际，另一个人悄悄放了定位器进他包里。没多久，武成到了一个仓库，目的是要让秀宪招认不实，想让秀宪背上2起谋杀案，让他坐牢到老。但秀宪怎么可能认罪？武成一怒之下欲砍掉他的手指。关键时候，一群黑衣人突然闯入，迅速控制了局面。武成只能眼睁睁看着秀宪被救走，宰犯紧跟其后，死死抓着武成的脖子追问原因。宰犯记忆全都回来了，武成依然不肯软口，但眼神中透露出对宰犯的恐惧。黑衣人是收钱办事的，签字时却出现了突发状况，宰犯察觉到了异常，急忙重新签下名字，这次却用的是右手。这个举动引起了旁边秀宪的注意。紧接着，灿美赶到警局提供线索，有人用他哥哥的手机联系过他，希望警方从这个线索入手调查。在警局，他得知了新消息，修理厂死者的验尸结果出炉，确定凶手是个惯用左手的人。灿美松了口气，秀宪终于可以摆脱嫌疑。他立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秀宪。秀宪听后开始怀疑起来，因为宰犯就是用左手的人，这种巧合真的可能吗？明明宰犯和武成关系不错，为何今天表现得如此异常？种种疑问在心中萦绕不去。左威子是不是也习惯用左脚？因为秀宪记得是有人用左脚把袁熙踢下了楼。为了弄清楚，他们急忙回放哥哥被害的那段录像。视频里并没能看清是左脚还是右脚，但这已足够他们重新考虑之前的结论。如果凶手真的用的是左脚，那么杀袁熙的就不可能是武成了。很明显，他们开始怀疑宰犯。与此同时，宰犯找到了知贤，假装兜风的名义把他带走了。直到天黑，他们才停车。知贤追问他到底想干什么，宰犯只是让他安静待着，否则就要把他和武成接吻的事情曝光。
之贤被吓得不轻，尽管他和武成是重组家庭的兄妹，但这毕竟很不妥。这时武成也出现了，导演安排的局终于揭晓了真相，原来袁熙成为那种欺负人的混账，全是武成指使的。因为掌握了袁熙的把柄，袁熙不得不成为他的傀儡。宰范实在看不下去，警告武成别再欺负袁熙。作为交换，他承诺不会公开那个视频。那视频就是宰范在武成手机上看到的。宰范以为武成会乖乖听话，没想到武成竟然动了杀机，这才在气急败坏中把他推下了楼。之贤听后立刻给了他一个耳光，然后愤怒地离开了，这让他错过了接下来的精彩部分。这难道是操控感情吗？第二天，两人怀着疑心开始了自己的行动。秀宪故意在打字后透露出要把线索交给警方的意图，担心自己被揭露，宰范偷偷拿走了他的手机，而秀宪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。接着，秀宪和灿美买了和袁熙一样的手机，他被邀请到在范家。另一边，灿美拍了照片，用一个陌生号码发给宰范，短信下面还附了一句话：我搞到了袁熙的手机，你就是凶手吧？宰范突然慌张起来，他不自觉地用左手拿起手机，然后赶紧送走了秀宪，随后急忙开车离开，直到夜幕降临才到达目的地。一阵翻找后，发现手机竟然还在原地，他这才松了口气。就在此刻，身后传来一个声音，原来女主的哥哥之死与他的秘密恋情有关。当两人沉浸在甜蜜时刻，一个手机悄悄探出来，拍下这一幕的正是武成。控制了这个把柄之后，袁熙就成了武成手下的傀儡。在同学眼中，他变成了一个恶魔。宰范用强吻之前的视频来威胁他，希望他不再欺负袁熙，没想到却招来杀身之祸。幸存的宰范失去了记忆，武成借此机会唤起载俊的另一个人格，并将推袁熙下楼的记忆强行灌输给他。出于复仇，载俊终将袁熙推下楼。这就是整个剧情的经过，真是太复杂了。就在刚才，秀宪跟踪载范来到马场，正当他质问载范时，武成突然出现，把他打晕。等他醒来时已是深夜。第二天，载范没有去上课，两人将事情经过告诉了警察，但警察告诉他们，载范失踪了，警方正在全力搜寻。接着，警方开始调查武成，但武成闭口不谈，对所有问题都一概不知，警方只能无奈放人。但两人明白，武成一定会怒火中烧，判断力下降的他一定会去找载范。秀宪找到了知贤，向他道出了真相，希望他能把定位器放进武成的包里。知贤犹豫后，知贤还是把定位器拿了过来。第二天，知贤刚把追踪器放进包里，武成就闯了进来。知贤急忙找理由搪塞，但武成已经开始怀疑他了。他们刚到学校，雅婷拦下了他们，提到自发很久没来上课了，听说他们也没他消息。雅婷只好失望离开。工作中的白发接到了视频通话，白发得知宰范是凶手的事，恰巧他出去透透气，正好发现了藏在船上的宰范。灿美听到情况后，他把枪藏进包里，夜里赶往白发的位置。第二天宰范一回来，就被愤怒的灿美迎面撞见。宰范只好解释说是另一个人格干的，第三人格不是他恶行的借口。宰范自己也清楚，他甚至希望灿美能结束自己的生命。就在此刻，一阵恶心感袭来，载俊占据了身体，局势瞬间逆转。他抓着灿美的头发，将她扔到地上。灿美醒来时，发现载俊正对着她举枪，无法接受真相，所以才衍生出弟弟的在自己体内活动。随着载俊的回忆，汽修厂的真相逐渐清晰。那天他约秀宪去兜风，却在回家时碰到了武成。武成离开时丢了咖啡厅通行证，宰范把他撕碎了，秀宪却爽约了。宰范在路上见到了秀宪，他跟着他到了修理厂。秀宪不在时，他疑惑的进去，却看到一个男人被绑在椅子上，他赶紧解开男人。那人一眼认出了宰范这个初中同学，男人以为宰范害他，言辞恶狠狠的威胁要报复。恐怖支配着载俊的身体，他紧紧掐住对方的脖子，想要置他于死地。男人挣扎中不小心碰掉了载俊口袋的东西，条形码掉落了出来，这就是警方怀疑武成的原因。载俊说他杀人是为了保护宰范，他们两个其实是同一个人。但灿美告诉他，宰范其实很善良，他恳求载俊能放过宰范。这话让载俊愣住了，他没想到灿美心胸如此宽广。载俊脑海中浮现出自己微笑的面容，宰范的确一直很善良，他以为是在保护宰范，实际上却让他成了魔鬼。载俊的人格消失了，宰范打算结束自己的生命，灿美及时阻止了他，刑警赶到带走了宰范。本以为事情已经结束，然而在另一边，知贤约秀宪在天台见面。秀宪到了之后惊呆了，知贤被绑在那里，原来他发现了包里的追踪器，他用刀威胁秀宪跪下，然后让秀宪向他认错。但这还不够，武成对他一顿暴打，秀宪趁机躲开了，他们纠缠在一起打了起来。就在这时，武成一个不注意摔了下去，他终于得到了应得的惩罚。同学们都被吓坏了，秀宪作为凶手被同学们看见，大家开始议论纷纷。为了扭转形象，善和揭露了真相，秀宪是为了救人而打伤仲景的英雄。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学校，紧接着武成操纵袁熙作恶的事也被揭露了。面对警方的询问，同学们的说法出奇一致，他们说是武成不明原因自己跳下去的。面对这种情况，刑警们也默契的没有深究。影片的结尾，同学们都顺利毕业了，秀宪却选择了退学。他离开时，全校同学都送上了祝福。灿美考上了理想的大学，
两颗孤独的心找到了归宿。秀倩的脑瘤没有进一步恶化，他们面前是幸福的未来。